欢迎来到 MyTech My Future。嗨，大家好，我是麦。科技一步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连最传统的图书馆也搭上了智慧科技的列车。就让我们来看看神通的智慧图书馆如何翻转阅读新时代。其实智慧图书馆它的定义可以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说法哦。那智慧图书馆呢，其实搭配不同的科技、不同的技术，可以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或者是应用情境。那如果以新一代的智慧图书馆来讲，大家可能就会比较强调像是5G 啊、AR/VR 啊，然后 AIoT、Big Data 平台整合等等，主要都是在强调所谓的虚实融合、云跟端的整合哦。那如果我们比较具体来看，如果以 RFID 的应用来讲，它会比较偏重在所谓端的应用。我们希望可以很方便的帮读者打造一个很自在、可以很自助的一个操作环境。再来就是让图书馆在比较简单的情况底下，我可以去随时延长我的服务时间，或者去增加我的服务据点。重点来讲，就是让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很轻松的、很简单的就可以接触到图书馆的这些服务。那不管是从大或者是从小的方面来看呢，其实 MyTech 都持续不断的朝这个方向在思考，然后不断的研发新的产品。那除了希望能够帮助图书馆提升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之外，当然我们也希望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重新定义图书馆的角色以及定位。神通的 ID Smart 智慧图书馆呢，它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解决方案哦，不管是系统或者是软硬体。那我们今天会比较聚焦谈到的是以RFID 技术为主轴，不管是 HF 或者是 UHF 哈，那其实整个 ID Smart 智慧图书馆的解决方案呢，它的设备零零总总加起来，其实大概超过20项。那很大的比例主要是让读者可以很方便、很自主的自助使用的这些设备。那也有一些是可以帮助馆员可以更有效率的去管理图书馆，还有一些就是可以让图书馆在很轻松的条件底下，可以去延长它的服务时间，或者是快速部件增加它的服务据点。好，比方说我们的24小时自动还书箱，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外点设备，像是取书柜或者是自助借还书站这样子的设备。那当然，这些所有的设备呢，其实他们自己都有自己扮演的角色跟功能，但是彼此又是很紧密的互相串联，去组合起来一个很完整的图书馆智慧服务生态。其实确实哦，当图书馆多了这些智慧型的设备，我们确实得去考虑到馆员会不会担心。因为原本我的馆内并没有这么多东西，那新增了这些服务之后，现在面对这么多新的设备，我该怎么管理？所以其实这一点我们在一开始 MyTech 也就想到了，这个也就是 ID Smart 远端的设备监控管理服务它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协助建制的新北市立图书馆的总馆来说，它主要对读者开放的楼层就有9层楼，每一个楼层都有很多我们的设备。那其实我们用想象的让我们的馆员呢，如果逐一楼层去检查这些所有的设备有没有在乖乖工作，他走完一趟，其实可能就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搭配像设备管理这样的一个机制。今天不管你是坐在你的电脑前面，或者甚至我今天出差了，我只要在我的手机上刷一下，我可以立刻知道所有这些分布在各处的这些设备它的运作状况，包括我的连线正不正常，我有没有什么零组件异常了，或者像是这些服务设备其实会对读者提供收据，我的收据纸有没有缺纸，我的还书箱书车是不是满了，或者我放在外面的这些借还书站，我的书会不会太少，我需不需要补书从大到小的事情，它都会在我们的整个设备管理的上面呈现得非常完整。所以也就是说，当今天图书馆这些设备部件的数量越多，分布的地点越广的时候，越能够凸显出设备管理它的一个效益。其实新北市立图书馆呢，它很多的软硬体系统或者是设备，其实都是 MyTech 的产品。那当然，其中也包括他们的脸辨借书。那脸辨的应用，目前这几年在图书馆其实是一个比较夯的议题哦。那新北市立图书馆他们确实前2年也把它加入到读者服务的行列。那其实以脸辨来讲，它就是希望去实现一种无卡服务的概念。其实当然无卡服务很多，不只是脸辨，包括像是行动借阅证也是无卡服务的一种，因为它等于就是让读者可以拿着自己的手机，手机上可以产出一组能够辨识他自己身份的一个
类似 QR code 或者是条码。那其实对于现代人的习惯，他可能会忘记借书证，但是通常不会忘记手机，所以对他来讲，他一样可以拿着他的手机，他就可以去使用图书馆所有的服务。那脸辨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哦。那当然，脸辨在图书馆不是只能拿来处理借书，其实任何需要做到读者身份辨识的环节，其实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不管是脸辨或者是其他的生物辨识，我可以来取我的预约书，我可以借书，我可以通过一些需要门禁控管的区域，像是自修室或者是甚至无人图书馆的门禁控管，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而且最大的好处是，脸辨对于读者来讲，它并不是强制的，反而是多提供了一个 option 给读者。所以对于读者来说，如果他愿意使用这样的服务，完成注册之后，他的脸就等于是他的借书证，他一样是可以去使用图书馆所有的服务。其实以 ID Smart 智慧图书馆的解决方案来讲我们这些设备都是可以分阶段导入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依照图书馆实际的需求、预算、它的空间配置、应用情境等等，这个部分是可以非常的弹性。如果要应用的是 RFID 的技术，它一定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基础建设。就像如果你要采用 RFID 的智慧服务，基本上馆内的这些书，当然你在第一阶段就必须要完成所谓的贴标的事情，书里面要贴上晶片标签。再来像是通道门，它主要的角色就是可以保护图书馆的这些馆藏，在没有经过外界之前是不会被非法吸出馆外的，所以这些我们会建议是属于第一阶段的这些基础建设。那当然像是盘点设备，因为 RFID 的技术相较于传统的这种人工的盘点方式，不管是它的效率或者速度都可以大幅的提升，这个就是可以让馆员自己来做评估的。那讲回到这些所谓自助服务的部分呢，通常第一阶段我们会建议是从自助借还书机开始，馆内建置的这种自助借还书设备，因为这个是第一个最容易对读者有感的，而且也可以让读者逐渐习惯这种自助服务的好处跟它的便利性。那另外像是除菌机，这个也是最近图书馆很夯的一个议题那当然这个跟 RFID 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它在它的整个操作情境上跟自助借书机是可以很连贯的，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可以把自助借书机跟除菌机可以放在同一个区域，也可以比较好的去打造一个一站式自助服务这样的一个情境。那等到读者慢慢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自助服务模式之后，图书馆也许可以开始思考，我要怎么样可以延长我的服务时间。如果以一个图书馆来讲，每天开馆12个小时已经算很长了，但是透过24小时的自动还书箱，它等于是7×24小时完全不中断的一个全时服务。读者如果半夜2点睡不着觉，他想要还书，他一样可以做到及时还书。那这些所有的资讯都是 real time 的，都会跟我们后面的系统做到一个及时的 sync。那再接下来，甚至图书馆可以来规划说，我是不是可以在像车站啊、卖场啊，或者任何交通便利的地方去建置这种所谓的外点设备，就像我们的借还书站，小小的一台机器，可是它里面可以借书、可以还书、可以让读者取自己的预约书、可以续借等等。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器，它等于在概念上就是多了一个分馆，所以对于图书馆来讲，也是增进他们服务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欢迎按赞分享哦！不要忘记收看神通的其他解决方案。你觉得你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欢迎留言与我们分享哦！拜拜，我们下次见。